昨天有人问我元神天空城是谁建造的，我说万叶，他不相信。那我问他，你知道天空城有几块石头组成吗？他猜难道是1块？我说恭喜你，都会抢答了。如果你们也不相信前面的答案啊，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分析分析。当然今天是一个不正经的建筑视频啊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。都2.1版本了，还不会浮空魔法的麻瓜，我猜啊，你们一定是和我一样，不是不会搭，是懒得干呢。屋子里能放得下的东西啊，就绝对不会动它1厘米。但是作为纵横 MC 大陆、提瓦特大陆、明日大陆的王建筑，我得支棱起来啊。好，首先我来分析啊，万叶为何能抵挡住尹无想的一刀？是因为他强吗？那他确实强，哈哈。但是实力是由刻苦和努力堆出来的。1棵树3个木头，从出刀到收刀的动作完美匹配，1棵树上刷新1个木头的 CD， 这是巧合吗？不是。你想想啊，正是由砍树悟出来的道理，以及砍树这个动作练出来的技艺，日以继夜，风雨无阻，提瓦特大陆上得砍多少树呀，才让万叶拿个破刀都能砍翻雷神？哎，是不是很有道理啊？这不是干材料啊，这是对一个凡人的千锤与百炼啊！就问1棵树3个木头，砍伐平均用时1秒1个。如果此时这片山坡上有99900棵翠花树，那万叶砍完一共需要多少刀呢？其次，有了能匹配神的实力，没有知识储备可建造不出天空城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天空之城非一日建成。目前已知还没和谐，而且手机电脑都通用的浮空技巧。第一个，东西放好在石头上，视角拉到最远处，点击建筑向上移动，建筑范围圈是红色的，直接松手变成蓝色，确定之后就能浮空了。优点就是不管再高的建筑都能浮空，缺点嘛，建筑可能会前后移动，多放几次才能到想要的位置。第二个方法，东西放好在石头上，视角距离拉近，穿进石头里能看见屏幕最上方有个建筑的底面，点一下底面由红变蓝，按确定，建筑也能浮空。优点就是建筑不会动，可以和其他组合穿模一起放。缺点嘛，浮空太高的话就用不了这个方法喽。最后终于能开始我的天空之城建造了。先定个大致的范围，面朝大海，背靠大山，然后分别在4个点定一下位置，高度嘛，3个石头垒起来，再加1个地基。拉远看看啊，都快超出我的屏幕了，可以，够高了。那就顺手浮空一下，维嘎蒂姆 Leviosa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一片的地基全部搭好。地基搭好，开始放建筑了。因为高度太高啊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屏幕，所以放了很多次都没成功，不能让房子单独飞起来。最后只能通过旋转角度给放在了石头上。其实这么看啊，已经很能让前来参观的人发出哇塞的声音了。不过我还是决定把多余的石头撤掉，最后再添加一点细节。怎么样？1颗石头撑起来整片天空城，就是如果没有万叶或者温迪的话，好像还真的飞不上来呀。看来我这家里还得待一会儿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